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出发去买 Auntie Anne's 的蝴蝶饼，好期待哦，因为我很久没吃到了。好，走吧。那你有带护照吗？有啦，买个 Presso 还要去到美国。我等一下跟美国海关说，他如果问我要干嘛，然后说我要买 Presso， 然后就回家。然后每次跟海关讲的理由都很奇怪。可是是真的。上次跟海关说我们要去吃冰淇淋，可是他还是 OK。哇，要过美国了。没有到海关了。好快哦。Two original Presso? Or Do you want the salted or unsalted? Salted? Any dipping sauce? No, and 1 cinnamon sugar. Salted and then 1 cinnamon sugar on top. Thank you. And did you want the receipt for this? No. Thank you. 特别来美国买的 Presso， 哒哒，这是肉桂糖。外面那一层肉桂糖蛮好吃啦，可是中心它有一点，怎么说有一点干，还可以。然后今天遇到他们那个刷卡机还坏掉，好险我还有带一点美金。我现在来吃原味的，原味的。我歪七扭八。不要这样，他们整形的是公主生的整形的，颜色比较深的原味的。原味呢比较可以吃到 Presso 那种很有嚼劲，然后有点不太一样的那种 Presso 的味道。原味的比较好吃，我觉得。好，这样呢我就知道该怎么复制它了。就现在要回加拿大吗？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这超可以买吗？多少钱？你猜多少钱10块。10块太便宜，25。还不错哎。有名到超市都有卖他们家的冷冻商品哎。从美国回来了，也买到 Auntie Anne 的蝴蝶饼。那我试吃过后，知道它味道之后呢，我今天的目标就是不只要复刻它，还要做出超越它的美味。那我们自己在家呢，就可以做出超好吃的椒盐蝴蝶饼。我们就开始吧。道地的 Presso 呢，它吃起来是有点嚼劲的，所以要做出这样的口感呢，建议使用蛋白质含量高的高筋面粉。那我今天用到的就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麦点面包专用粉。那我喜欢他们家的面粉呢，他们的品质非常好，吸水度呢也非常棒。另外，它的包装上是这种铝箔包装，它可以防潮啊、防虫，还可以防阳光日照。然后为了小家庭设计的，所以它一包1公斤，但是呢分成500克的2袋。这样你要用多少再拆多少，你的面粉呢就可以维持最新鲜的状态。然后我们今天的面团呢不用机器，我们要介绍一个很省力的手揉方式来完成它。今天呢要用到500克，稍微称一下，因为这个面粉包装有时候它要正负10克。我第一次呢是在机场转机的时候吃到 Presso 的，刚出炉，热乎乎，外壳有嚼劲，内部松软，然后吃起来呢有种说不出的香气跟咸味交错，一吃成主顾。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自己做了，分享简单又超好吃的德国蝴蝶饼做法。我试了大概6、7种食谱呢，才找到满意的配方，食材只要5种，面粉、酵母、一点糖、盐跟水。喝差不多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了。那为什么说这个面团呢适合手揉？因为它的水分含量并不高，它跟 bagel 的制作方式非常的像，所以如果你爱吃 bagel 的话，你也会很爱这个 Presso。而且我觉得 Presso 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。那原本呢，道地的 Presso 好像是德国人发明的，然后非常的硬，然后传到美国之后呢，美国人就没有喜欢那么硬，所以就把它变成比较软的 Presso， 所以他们叫做 Soft Presso。那我们一开始呢，奶油这个材料先不要加哦，因为奶油呢它会妨碍面筋的形成，所以等我们面团有初步面筋的时候再加入奶油。
然后我们大概呢把干湿材料揉均匀就好，时间在5分钟以内。那每个牌子呢吸水性都不一样，如果你的面团很干的话呢，再加个1小匙的水，很好揉哦，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手粉，揉到这样干湿材料融合，不是分离，干湿材料融合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这个是省力的333揉面手法，就是揉3分钟，然后让面团呢休息个2到3次，静置20分钟。静置过后呢，就可以拉出一个初步的薄膜。这时候我们再加入奶油。揉进奶油的时候啊，把奶油切成小块，还有包进面团里，都可以加快面团跟奶油融合的速度。加入奶油之后，原本很好揉的面团会开始变得有点油油的，正常，给它一点时间。已经度过了最油腻的时候了，现在奶油全部被面团吸收，面团呢再度又变得很好揉。好，大概揉个3分钟，面团呢表面这样光滑，不会粘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一样稍微整成圆形，然后静置20分钟。Soft pretzel 呢，就是蝴蝶饼，是没有1次发酵，所以待会我们就直接整形，然后做2次发酵，所以跟 bagel 的做法呢是很像的。每一份约130克。那做 pretzel 的第1次整形，擀成长条状。因为 pretzel 呢，它是比较扎实的口感，所以透过擀平啊，把里面的气孔擀小，从由上往下卷起来，然后接缝处呢，用手指轻压把它粘好。来到我们的重头戏了，就是 pretzel 特殊的一个整形方式，它大概就是唯一只有这个面包是这样做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整形方式也蛮有趣的。那你准备一个烤盘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垫一个矽胶垫，或者是你不想垫东西的话，像我一样喷油防粘。取出我们刚刚的这个面团。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 pretzel 的形状呢，它是中间比较厚，然后两端是细。因为 pretzel 其实你要做一样粗细也可以，只是我是觉得说，如果你中间粗两端细的话，做出来的造型比较好看一点。那中间厚旁边细的话，你的出力方式就是中间不要滚到它，然后越往旁边，你的手劲稍微用力一点点，很简单。因为这个面团非常好操作哦，就慢慢的往旁边滚就对了，看一下就变长。那如果不够长的话呢，你还可以把中间的提起来，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慢慢的往旁边拉长，尤其是尾端你可以细一点。另外一边也是。哇，看这么长。好，跟大家说一下呢，大概有多长？这样大概70公分左右，所以大概65到80这个区间都可以。然后接着呢，厚的这个中间在上面，然后形成一个 U 字形，然后两端绕一次，然后接着再把它翻上来，然后压在这两边，调整一下，往旁边拉一拉，就是一个很可爱的 pretzel 的形状了。然后移到我们的烤盘上。
有小朋友的话，这个是很好玩的亲子烘焙活动哦。那个搓长长啊，整形蝴蝶饼的过程，意外呢很疗愈，而且蛮有趣的。室温发酵30分钟，再移到冰箱隔夜冷藏发酵。想要当天吃到的话，冷藏发酵大概2个小时，你就可以继续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做 Presso 最关键的步骤了，浸泡碱水。那为什么做这一身打扮呢？是因为这个是巧儿造咖有史以来出现最危险的食材了，它是一个强碱化学材质氢氧化钠。以 pH 值来说呢，小苏打粉大概是8，属于弱碱，那它的话可以到12到15。如果你的皮肤啊接触到它，是会有灼伤的风险的，所以保护措施一定要有。那为什么要使用到它呢？因为 Presso 啊，它的独特的香气还有它的风味，都是因为有浸泡碱水过的关系。没有啦。太夸张了，但是呢，的确是要戴手套。如果你不想用碱水的话呢，也没关系，等等会提供用小苏打粉替代的方式。想要有最道地的口感呢，我还是推荐用氢氧化钠来做。那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先加水，才能加粉。然后兑上30克的氢氧化钠。厂商觉得还蛮贴心，他这边有告诉你说，如果你要做 bagel 啊，或是做 Presso 啊的比例是什么？那如果你要做其他什么清洁啊，比例是什么？然后我们现在要加30克，好紧张哦。好，加咯。哦，有，开始了，在融化了，搅拌均匀。而且啊，那个碱水呢，它在溶解的过程当中会升温，所以这一锅摸起来现在是有点温度的，还蛮有趣的。你像上国中理化课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浸泡碱水。这一盆呢，是我昨晚先做好，在冰箱发酵一整个晚上的 Presso 面团。可以看到呢，就是比原本稍微大个 1.5 倍左右。先设置好，这边是你的面团，然后碱水。然后这是你的待会要进炉的烤盘，最好垫一个烤盘纸或者是矽胶垫。浸泡的时间不用太久，大概15秒左右。那为什么我们是用冷藏发酵？除了让它风味更好之外呢，也比较好拿，不然 bagel 面团太软的话会不好拿起来。然后让它完全的浸泡在碱液里面，时间真的不用太长，大概15秒、20秒就可以了。将面团浸泡在像碱液的做法有点违反常理，但是碱性物质对面团的影响其实非常棒。像我们常吃的拉面，碱水做的；皮蛋，碱水做的；像节日啊会吃的碱粽，还有广式月饼，都得过碱水。碱呢可以加速梅纳反应，增强上色，同时呢促成其他化合物的形成，还会让面团的表面变光滑。简单来说，是做 Presso 的第6样食材。这2个呢，我们做甜的口味肉桂糖，所以不用撒盐。以220度烤15分钟。如果你一次烤超过1盘的话，中途呢上下调换。好漂亮哦！出炉后刷上融化奶油，并尽快移到制凉架上，因为这个配方呢会有很迷人的脆皮，不要让它软掉了。蝴蝶饼最经典的口味除了海盐就是肉桂糖，白糖跟黑糖比例3:1，再加入一点肉桂粉过筛。那这个呢，我们来做甜的，先刷上奶油，趁热哈。Auntie Anne 它的经典口味呢，除了原味以外就是肉桂糖，所以我们今天2个口味都有附注。接着把它丢进我们的肉桂糖里面，
甩一甩。哒啦，哇，看起来超棒的。非常好吃，外脆内松软的蝴蝶饼完成啊！整个呢都烤到金黄色。如果呢你不想买碱粉的话，没关系，可以用小苏打粉来替代。不过呢，因为小苏打粉它的碱性没有氢氧化钠那么强，所以我们要透过煮的方式，让它表面呢形成一个胶体的感觉。你所需要的材料就是有水，然后小苏打粉，还有蜂蜜，增加它的上色度。小苏打粉的配方是1公升的水加65克的小苏打粉，还有2大匙的蜂蜜。那有注意到吗？小苏打粉得 double 用量才有接近氢氧化钠的效果。正面朝下煮个35秒，其他步骤都一样。看到这边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，如果蝴蝶饼面团不过碱水，也不用小苏打粉煮过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接下来呢，我有拍小短片，直接实验给你看，记得关注巧儿造咖的 IG 频道哦。哇，你看小苏打粉的呢，因为我们有加了蜂蜜，然后加上小苏打粉的浓度要足够，一样可以做出非常上色的 pretzel。很喜欢带点红棕色的 pretzel 啊，光泽太棒了。今天的目标呢是希望能够超过 Auntie Anne 的 pretzel 嘛，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原版在这里。它啦，颜色有点浅，然后整形呢，我只能说应该就是工读生整形的。然后现在来看我们今天做的，它啦，是不是感觉非常的道地？然后味道呢也比它好吃很多。现在来试吃啊，我真的很喜欢吃 pretzel， 因为我喜欢它那种外皮呢有点这样子脆脆的，然后很有嚼劲，然后内部很松软，充满奶油香哦，超好吃。这一次呢，提供2种做法，右边是小苏打粉版本，左边呢是最道地的碱水版。让你们听一下它咬下去的声音，很脆。最后呢，是我一点的心得小整理，就是呢，你可以呢选择用氢氧化钠做出最道地的 pretzel 口感，或者呢是用小苏打粉来替代，2个效果都会很不错。但是有个东西不要用，就是它。雪碱水，一开始呢，我想说，因为市面上买到这个碱水比较方便，所以我就用它来做。结果烤出来的 pretzel 啊，最后表面都会残留一种很不好吃的苦味，味道非常奇怪。我一开始以为是配方问题，后来呢做了很多种配方都有一样问题，才发现原来凶手是它。所以大家在做 pretzel 的时候呢，不要用雪碱水来做，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选项。那今天用到的麦点面包专用粉呢，接下来有限时优惠活动，优惠还蛮大的，链接呢我放在资讯栏下方，那有兴趣的话记得要把握哦。绝对完胜市售蝴蝶饼的食谱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